时间好像我周围的人都开始拍竖屏短剧了，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那横店更是因为大部分剧组都在拍竖屏剧，我们都已经管它叫竖店了。竖屏剧去年的充值额据说超过了200亿，200亿是什么概念？去年整个中国内地的电影票房加起来才300亿，但是我之前仍然不认为它是主流，我甚至觉得它不属于影视剧，直到我最近看到了一个竖屏剧叫《黑莲花上尉手册》，我改变了这个看法。此剧目前已因为渲染极端复仇下架，在此我们只讨论服化道和制作，坚决反对以暴制暴等不良价值观。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之前不觉得竖屏剧属于影视剧。首先从制作上，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的，5天拍100集，成本在20-30万，题材呢就是复仇啊、重生、逆袭，多多少少还得擦点边儿。我身边去拍的演员呢，多数都吐槽非常累，一天得拍15-16个小时，因为剧情都在反转和冲突嘛，所以拍的时候不是吵架就是斗殴，要不然呢就是大喊大叫啊、大哭大闹，好不容易不说话了还得擦边儿，几天拍下来胳膊腿全是淤青，还挣不了多少钱。但凡有点别的活都不会去拍这种剧，但是呢也没别的活。更重要的是盈利模式上的不同，我们总听说一部竖屏短剧制作费也就个30-50万，但是充值额动辄就可以过100万、过1000万，甚至过亿，那是不是血赚呀？不是这样的，因为竖屏剧最大的成本是投流，可能一个收入过1000万的竖屏剧，虽然它的制作成本只有30万，但是它投信息流的费用就超过了800万。那有竖屏短剧不靠投流的吗？没有。行业内的一个说法是，投流的 ROI 这个投资回报率如果大于1.15，那就会继续投。实际算一下，毛利润也就是10%这还是在这个剧赚钱的情况下。但是影视剧的思路不一样，虽然前期的营销也很重要，但是这个作品的口碑也很重要。比如说电影的票房，第一批观众的反馈是非常重要的，那电视剧的影响就更长远了。比如《甄嬛传》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早就不需要营销了，它还在赚钱，甚至养活了一个乐视。那《黑莲花上尉手册》哪儿不一样呢？首先就是从制作上，它的服化道比大部分短剧都精致，演员也比较专业，据说它的制作费达到了200万。第二呢，就是好多人看到它不是因为投的信息流，有些人会很疑惑，花了几百万、几千万去投流，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因为大数据算你不会去看这些东西。但是黑莲花呢，一个是乌鸦仔推荐给我了，然后菜刀西西呢也写了一篇微博。虽然黑莲花这个剧在上线的那几天投流的费用在所有短剧里也是最高的，但它的传播不再只是靠投流，而是有一些自来水。再说说我看它的感受它的剧情是宫斗，有点像《延禧攻略》，只不过电视剧40分钟一集，它是1分钟一集，有点像那种5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的短视频。它只交代主线的故事梗概，但是会把精彩的 cut 一些擦边部分单独的拎出来慢放。然后呢，因为它是竖屏，所以画面大部分时候只有人的一个部分，一颗头、一张脸、一个肩、一条腿，它不需要像横屏一样有摄影上的构图画面上的考量，因为基本上都是特写。那据说黑莲花因为违规前2天下架了，我在朋友圈也看到一些人的项目被砍了，据说是最近对这个竖屏短剧的监管收紧了。但即使是这样，我觉得竖屏剧还是会继续这么火下去。别的不说，把上映过的爽剧、偶像剧故事梗概全部重新拍一遍，制作稍微跟上点，再选几个颜值比较高的主演再不行再选点有名的爱豆，那肯定个个都是爆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看这种故事梗概型的怼脸拍的短剧呢？我就想起来一个群友他比较爱看偶像剧，他有时候会发群里的一些录屏片段，每一段都是3倍速的，并且是只看主角。包括那些在电视剧里看到我的朋友，有的时候也会录屏给我，也毫无例外都会点倍速。也就是说，观众早就通过倍速和只看主角这2个按钮，把长的电视剧手动变成了几分钟一集的短剧模式。而这种怼脸拍的镜头让我想起来一个东西，叫舞台直拍。摄像头追着一个人跑，舞台上的什么灯光、舞美、队形、编排，那全都不重要。竖屏就像直拍一样，很适合那些只看脸、看身材、看偶像发糖的那些观众的。拍的人也省事儿了，你看横屏你有时候还得抠图是吧？大绿幕做后期多费钱还怕被人发现。竖屏呢全是特写，连图都不用抠。有人觉得竖屏剧抢走了横屏剧的观众，劣币驱逐良币，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观众早就通过3倍速和只在视频网站上看热门 cut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反正都是工业糖精和老套的剧情，还不如1分钟一集来得更直接更爽快。